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中国央行计划介入债券可能减缓债券反弹，但不会扼杀反弹，因为推动债券需求的基本原因不太可能逆转。接下来，阿维安卡航空公司是哥伦比亚最大的航空公司，拥有超过140架飞机，服务于75个南美和中美洲目的地。公司于1919年成立，曾更名为 SCATA， 二战期间更名至今。让我们关注派拉蒙全球的最大股东国家娱乐已与 Skydance Media 达成初步协议，将派拉蒙的控股权出售给 Skydance。根据该协议， Skydance 将支付 17.5 亿美元收购国家娱乐，持有派拉蒙 77% 投票权。让我们关注智利航空公司计划重新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美国存托凭证 ADR， 并同时进行首次、二次出售。有某些股东提出，二次出售将仅限于美国和智利以外的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并通过发行新的 ADR 完成。目前尚不确定这些事件何时发生。接下来，6月下旬，凯信和标普服务业 PMI 降至8个月来最低水平 51.2， 表明经济活动增长放缓，信心指数也达到4年来最低，表明需要更多经济刺激措施。接下来，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降迹象带动石油价格企稳在2个月高点附近，布伦特原油交投于86美元每桶以上，西德克萨斯中质油交投于83美元左右。下一条，受美国电动车补贴的影响，中国企业开始在摩洛哥投资建厂，以利用摩洛哥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绕过美国针对中国的限制，满足美国不断增长的电动车需求。让我们关注5月份澳大利亚零售额超预期增长，原因是借贷成本上升导致的折扣刺激了消费，这一结果进一步增强了今年加息的理由。下面这条，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言论影响，亚洲股市上涨，因其暗示降息预期不久会兑现，日元对美元仍接近1986年以来的低点，引发交易商对日本干预的担忧。接下来这条，中国牛肉市场面临困境，政府鼓励本地养殖和进口，但经济放缓导致牛肉堆积，价格跌至5年低点，大量进口加剧了这一问题，牛肉行业成为政府负担。让我们关注日本芯片制造商瑞萨电子计划通过一系列海外收购，在2030年将市值增至1000亿美元。在前美林银行家柴田英利领导下，收购将帮助该公司到2030年底将年收入翻一番至创纪录的200亿美元。下面这条，日本软银集团股价突破3年来最高点，因全球人工智能和芯片投资热潮带动，软银电信部门积极投资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微软和初创公司合作，并赢得政府补贴，助力其建立装有英伟达加速器的中心。其芯片部门安谋科技也正努力将自己的架构定位为节约人工智能设备能耗的一种手段。软银股价波动性依然存在，因其与零售投资者的密切联系。让我们关注第二季度美国风投融资飙升至556亿美元，为2年来的最高季度总额。这主要得益于对 AI 公司的大量投资，包括埃隆·马斯克的 XAI 筹集的60亿美元和 CoreWeave 筹集的11亿美元。最后一条，欧洲监管使 ESG 报告变得必不可少，为初创公司带来了新机遇。APA 专注于私募基金和大型公司，提供 ESG 数据跟踪和试点平台。在资产管理公司，尤其是欧洲公司的推动下， APA 融资1000万欧元，将加速在 ESG 领域的发展。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